生，以天地血祭万灵。若天地不死，以其心性，定不放过我等。还好此番有业帝存在，才最终成功将天地镇压。天地再怎强大，全甚巅峰之时，横压3界，无人是其对手。但青铜仙境可是无上仙器，不出3日，天地必定身死道消。若无业帝存在，以天地的暴虐，不知道又要为3界带来多少灾难。多亏了业帝的领导，等天帝死后，业帝当执掌天地权位，号令3界。业帝少年有为，此番为3界除去如此大魔，当居功至慧。诸位谬赞，说起来，此番能将天地镇压，我叶晨才是应该谢谢诸位的信任。我顾长生，一个21世纪的大好青年，竟然穿越了，还穿书了，成为书中的最终大反派天帝，被这个世界的气运之子联合诸多强者所镇压，即将在3天后被青铜古镜所炼化，彻底形神俱灭。而主角叶晨，则通过一件件奇遇造化，不断逆袭成长，最终击败天帝，迎娶众多红颜芳心，威压3界，成为一代新天帝。书中的天帝作恶多端，坏事做绝，闹得众叛亲离。连众多红颜也背叛了他，倒戈追随主角，但这和我一个穿越者没关系啊！刚穿越，还有3天就要死了，怎么办？在线等，急！人生修改器系统激活，凡宿主过往，只要合情合理，不超出实际，皆可修改。好，看来我也有系统。凭我对原剧情的了解，只要合情合理修改过去的人生经历，彻底洗白。这还不简单？就你了，顾有为。发生了什么？莫不是天帝还留有后手，能挣脱封印？天帝饶命啊！小人也是被逼迫的。天帝手段狠辣，修为盖世，此番能破灭仙宫，成功将其镇压。除了里应外合之外，也是多亏了自魔族一位无上大帝手中借来的仙器青铜古镜。若天帝脱困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诸位不必担心，青铜古镜乃是无上仙器，哪怕天帝修到不朽之界，也无法脱困。有为姑娘乃天帝亲生妹妹，此番若不是她和天帝反目倒戈，将天帝闭关的消息告知给了叶帝，我等还没那么容易攻破仙宫。发生什么了？青铜仙境为什么出现这样的变化？青铜古镜将人炼化之时，会让人的神魂浮现出来，化作神魂碎片。这是天帝曾经的记忆过往。倒是有趣，看看天帝的过往，倒是更能清楚知道他做了多少恶，恐怕是罄竹难书。毕竟是高高在上的天帝过往，其中不知蕴含了多少大秘和造化，若得其一，也够我等享用终生了。天帝的过往，不知做了多少恶事，看一眼我都觉得恶心。不，妹子，大哥，天帝他以前不是这样子的，他以前还是不错的，只是后面才变了。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替他说话？别忘了他是怎么对待你一族，如何屠杀你姐姐的。老道士，饿了吧？快趁热吃，我从兜里捂着，给你带来的。哈哈哈，不错，你这根骨自上古之后就不常见了。根骨？你可曾练过剑？有名师教导？没有啊，家里连剑都没有，怎么会有老师？无人教导，第一次摸剑便摸索出了剑道真意，太不可思议了。所谓剑道古之妖孽，也不过如此啊！我等纵横天地间这么多年，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情啊！若非亲眼所见，谁敢相信？没想到少年天帝的剑道天赋如此恐怖，
怪不得日后能横推天地间，没有任何敌手。自己一路逆袭，得到各种机缘造化，可在4、5岁就领悟剑道真意的天帝面前，简直什么都不是。天帝既然剑道如此恐怖，可为何没人见过他出剑？莫不是天帝还有什么后手？天帝的确是一位剑道天骄，不过因为一些原因，他的剑心破碎了。至于是何原因，我也不清楚，因为他从未告诉过我。接下来继续看下去，应该会看到答案的。老道士，我要回去了。娘要是知道我偷了家里的吃食，会打我的。祸不及凡人，有什么冲我来吧。村落被屠，父母双亡，少年天帝如此悲惨身世，怪不得后来会那般残暴。换作是我，也会心生扭曲，对这世间进行报复。天帝的幼年确实悲惨，但这并非他堕落的理由。相反，换作是我，只会惩罚坏人，绝不会让曾经的悲惨经历发生在无望之人身上。叶帝正乃大胸怀，若人人如叶帝这般，不知会多美好。话说回来，这些修士如此肆无忌惮地打杀凡人，就不怕天宫的惩处吗？当今之世，天宫有规矩立下，凡修行者不可随意打杀凡人。若参与凡人之争，无论何等修为，天宫都是绝不容忍的。上古时期，万族争锋，天宫的权柄还无法达到执掌3界的地步。那个时候，凡人命如蝼蚁，谁会在意其生死？也是直到天帝顾长生继位，威压3界，才立下这条规矩，得到了万族重视，才无人敢轻易打杀凡人。快看！放心吧，我会照顾好她的。这女婴该不会是顾幼薇女帝吧？不是说天帝和顾幼薇女帝是亲兄妹？可从现在的情况来看，天帝家里的人都死绝了，也没有一个女婴啊。所以说，其实顾幼薇女帝是天帝在逃难的路上捡的。也难怪说天帝会对幼薇姑娘如此狠，甚至要抽走幼薇姑娘的仙根，因为他从一开始就没有将幼薇姑娘当成亲妹。可叹啊，纵然不是至亲，也怎能灭绝人性？顾有为心性冷漠，我想要走进他的内心，这便是好机会。只要他对天帝彻底死心，等天帝化作炼化成灰烬后，自己定能俘获他的芳心。再获得那几位的助力，自己定能坐稳天地大位。顾长生，难道就因为我不是你的亲妹妹，你就要对我那么心狠，对我下毒手吗？爹娘都死了，整个村子现在就只剩我们2人了。以后你就是我妹妹了。放心，我会保护好你的。痴儿，前辈，这到底是因为什么？为何村子会招致这样的灾难？天道无情，以万物为刍狗，修士无情视凡人为草芥。你以后就会明白的。贫道要死了，我这一生孤苦，膝下没有半个传人，如今即将离世，你能给我磕个头，唤我一声师父吗？师父，有情有义的孩子，他只是一个普通人，以你的天赋，他日后必然会成为你的软肋，不如趁早找个好人家照料，让他安享这一生。你以后必然注定屹立于9天之上，和他不会是一个世界的人。不，师父，她现在是我的妹妹。痴儿啊，老道瞎说什么？幼薇姑娘的天赋何等罕见，
拥有仙根，称得上震古霍今。不到1000年时间，便成为横压3界的地级人物。他都是普通人，那我等又算什么？当初的天帝倒也有情有义，可后面为何？天帝性情狡诈，明显是为了在老道面前表现，以获取其好感。不然以其残暴心性，怕是早已将顾姑娘抛弃了。世人皆知天帝残暴，血屠生灵，为了一己私欲，更是令万灵喋血，万族不从。我看他没有抛弃顾姑娘，肯定另有私心。滚开！畜生，你们要吃就吃我，休伤我妹妹分毫！天帝如此聪明精明，明明这个时候只要把女婴抛弃作为诱饵，自己就能逃走，可为何要这般拼死护住？可能这个时候的天帝还保留有几分纯善吧，也或者，即便少年天帝掌握了剑道罡气，但他也才5岁，未曾修行过，再拖下去，必然成为狼群的口粮的。不可能，这定然是天帝的苦肉计。 5岁的天帝，在尚且只是婴儿的我面前表演苦肉计，这不然如何解释？为何那时候的你这般拼命护我，可后来会狠辣到那种地步？不能死，不能死在这里，我还要保护妹妹。这是。 原来如此，这部天书中藏有一部无名修行法门，关键时候我的鲜血滋养了它，使它复苏。这部无名修行法门可让我吐纳天地灵气，成为一名修士。太好了，以后我终于有力量保护我的亲人了。山外情况不明，我怀揣天书，若遇到同样的修行者，怕是会被电击，有性命之危。妹妹尚在襁褓，必须和我寸步不离啊！应该是饿了吧？可外面那么危险，我怎么去给你找吃的呢？我也没有奶水啊！必须要想办法，看能不能找到正在喂养幼兽的母兽。只能说不愧是天帝啊！好恐怖的悟性，才刚得到修行法门，便能吐纳天地灵气，这天赋真是古今罕见。我还在想，面对如此危机，毫无力量的天帝是如何安然度过？或许天帝成长如此之快的秘密，都全在其中。有一说一，虽然天帝才5岁，但为了一个异性妹妹能做到这一步，称一句汉子也不为过。若我得到那部天书，如今成就绝对不会在天地之下。别紧张，我没恶意，我只是想向你借点奶水给我的妹妹。我知道你有灵性，我只是和你做个交易，你分我一点奶水，我帮你狩猎，寻找肉食。我不骗你，给，换奶，喝吧。这几天把你饿坏了，是我这个哥哥不称职。想不到少年时期的天帝便这般狠辣，而且还是对自己。难以想象，一个5岁的孩子是如何承受这样的痛苦以及胆量。从侧面也证明了少年时期的天帝心思何等可怕。他展现如此狠辣手段，也是想镇住那只母豹子，从而减少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。才5岁而已，便这般狠辣，心思深沉，日后会祸害3界，成为公敌也不足为奇了。我只是你没有血缘关系的妹妹，你当初都能对我那么好，为何后面却变了？你这么小就叫幼薇吧，我是你哥哥。爹，是哥哥。蝈蝈，为什么别人都有爹娘，我就只有蝈蝈？爹死了，娘死了，你也不是我的亲妹妹。骗人！坏蝈蝈，你骗我！小幽辉也姓顾吧，反正以后你也是哥哥的亲妹妹。爹娘他们啊，其实是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，只留下了我俩相依为命。原来这些年你为了我背负了那么多，对不起，这些年我一直以为你是虚伪的，之所以不对我挑明身世，不告诉我当年的灭门惨案，是在骗取我的信任。原来这一切都是你不想让我去背负那么沉重的仇恨。原来这才是世人皆知，天帝和顾女帝是亲兄妹的原因。少年时的他，竟然为了顾女帝背负了那么多。诚然，现在的天帝
是为幼薇姑娘背负许多，可这又能代表什么呢？这份亲情和隐瞒，最后还不是变质了。若非是靠着这一层的信任，天帝他又是如何获取幼薇姑娘的仙根？是啊，爱之深，责之切。曾经的情谊多么真挚，现在看来就有多虚伪。到头来，天帝还不是利用这份感情取走了幼薇姑娘的仙根？还是叶帝看得透彻。就是他，平时那么讨厌顽皮，常常和山里的豹子一起吓人，现在竟然把村子里的房屋给烧了，真是太坏了！快滚出村子去！妹妹，别怕，有哥哥在。哥哥，这次不是我，是小北烧的，他冤枉我。我相信幼薇。哥哥为什么相信？因为你只是有点顽皮。可为什么这些人不信？不重要，哥哥相信就够了。哥哥最好啦！这里不欢迎我们，我们去山里吧。仙人，是仙人啊！你是谁？无名小卒罢了。你是谁？怎么会在这里？你好厉害的剑道！我叫江明皇，从来不喜欢欠人情。你今天救了我一次，我便送你本功法。多谢，但我不需要。我看你剑道不错，若能加入宗门成为修士，必会一步登天。何必待在这里与虎豹为伍？看你对这些很了解，你知道一种浑身被黑雾所包裹的修士吗？哦，修士有的身上带有仙光，有的身上有神辉，不同功法意象不同。你要寻找的这种修士，怕是魔道那边的。我要寻找的仇敌，难道是魔道那边的？原来这就是姜黄和天帝初时的经历。不过姜家主贵为上古世家的少主，族中底蕴深不可测，怎么会因为山间狼群被逼到这个地步？我父亲的子嗣只有我一个人，少年时期我备受宠爱，导致心性上面差了一点，所以10岁之前都未曾修行。我父亲为了让我磨练，才把我丢到凡间体验红尘。这般说来，姜黄便是在这个时候和天帝结识，成为结拜兄弟的。这一次仅仅是见了一面，我与他正式相见，应该是在1年之后了。不过那个时候，他已然神脉崩断，甚至连道宫也被毁去。这方世界磅礴浩瀚，修行体系繁杂，从低到高，分为炼气、凝神、断功、大能、半圣、圣王、至尊、准帝、大帝。仙根？天帝身上怎么也有仙根？他身上怎么会有仙根？这不可能！幼薇姑娘会和天帝反目成仇，便是因为天帝差点取走了她的仙根。可天帝既然有了一根，为何还要去取她的？总不可能这其中有什么隐情或者苦衷吧？我一直以来恨你，都是因为你骗我，恨自己最亲的哥哥会因为一根仙根而欺骗我。可你明明知道，若你想要我的仙根，你直接开口，我也会给你的。可你为何要骗我？我明白了，姜黄曾说过，1年之后，天地神脉崩断，道宫被毁，或许他的仙根也被人所挖去了。正是因为知晓仙根的强大，所以他才会在后来对幼尾姑娘的仙根起贪念。没错，叶帝这番话极有道理。你真会这样吗？仙根复苏后，我的修行速度进展极快，在我的摸索之下，可谓一日千里。不过现在也遇到了瓶颈，离大能境只差1步。我也在尝试教小幼薇，可她的根骨实在是太差了，还过于顽皮。我1日便能达到顶峰的境界，这丫头，这1年竟然连门都入不得。天帝的这份修行速度着实可怕，只是1年便突破到了断功境。我当初走到这一步，
花费了近100年呐。天帝有如此天赋，并不意外。可奇怪的是，为何记忆画面中的幼薇姑娘，在天帝的亲自教导下，这1年都未曾入门？她同样拥有仙根，不应该是这样啊！难不成当初那个老道所说的话是真的？是啊，明明我有的记忆之中，跟随师尊修行之后进步神速，怎么可能1年无法入门？很简单，说明天帝在故意藏私。毕竟他所得到的修行法门来自于那部天书，他又岂会心甘情愿将其传授给幼薇？这1年时间里所传授的炼气法门，大概率是假的。人都有私心的，何况于是这般无上机缘，天帝心思深沉，又怎么愿意将之分享？是这样子的吗？对了，1年时间过去了，距离姜皇和天帝碰面还有几天？3日。也就是说，还有3日就能知道天帝为何神脉断绝，道宫被毁了。山下城池中明明好热闹繁华，但哥哥不允许我下山去，好烦。小花，反正我们偷偷跑下去，然后溜达一会儿就回来，哥哥应该不会发现吧？走了，小花。这丫头怎么不听话？肯定是偷偷跑下山去了。莫非天帝被毁去道根的缘由，是因为幼薇姑娘这次下山所引起的？真是令人惋惜。原本是因为我，你的仙根才被毁去，后来才会要取我的仙根吗？或许天帝的仙根被毁，的确是跟这次下山有关。可他怎么可能完全将此事直接归咎在幼薇姑娘身上？毕竟你们可是至亲啊。何况那时候的幼薇姑娘只有3岁，什么都不懂。叶帝，你不必再多说。她因我失去仙根，我自该还她。待她陨落后，我便自废根，隐匿山门，不再出世。本帝一直以来都想把顾有为纳入后宫，他若是就此隐匿，那我所做一切不就是白费了？这该死的天帝，都马上要陨落了，还在迫害本帝。幼薇那丫头对山下最繁华的赵国最是向往，肯定是跑这里来了。但这里是怎么回事？这里发生了什么？还我孩子来！他们从天而降，抢走了我的孩子，还杀了我丈夫。他们是谁？肯定是皇室的人，他们又来抢我们的孩子了。皇室的人怎么会抢百姓的孩子？来者何人？滚开！一介断宫之辈，安敢冒犯皇室天威？滚出去！当务者死！没想到一个凡人国度背后竟然还有这种力量，足足4尊大能境强者。少年天帝如今不过是断宫境，和大能境相差一个大境界，终究是天差地别。何况是4尊，这必然是一场残酷血战。或许少年天帝的道基就是在这里被毁的。你都是为了我，不知死活，以区区断宫之境，竟然妄图撼动4尊大能。这怎么可能？一指灭4尊大能，这还是人吗？仙根纵然非凡，令天帝有越级而战的资格，可如此轻描淡写，这也太不可思议了。没想到儿时的天帝战力便已经达到了如此恐怖的地步。凭什么？凭什么他能在如此年纪做到这一步？就因为他是天帝。还我妹妹！小道长，我真没见过你妹妹，我发誓。城区动乱，尸横遍野，你敢说和你无关？小道长，这可和我没关系啊！是赵国背后的玉虚圣地，宗主每隔10年便会命人来到各城中，带走童男童女，炼制精血，增进寿元。带我去！与居守山修士，我妹妹呢？
怎么可能？有位姑娘死了？我完全不记得，我还有这样的遭遇啊！可从天帝的记忆画面中来看，有位姑娘的确死了呀，毫无气息，明显死绝了。可能是师父救了我吧。我也是大概在3岁的时候遇到了师尊，然后进入宗门，差不多也就是这个时候。如此说来，幽微姑娘的那位师尊应该就是这小时候现身的。奇怪了，为何他不收天帝为徒，反而只收了幽微姑娘？不用多想，定然是不久之后，天帝道基被毁，而幽微姑娘的仙根恰好这个时候觉醒。仙根拥有莫测力量，能让幽微姑娘起死回生，这也并不罕见。我曾在族中读过古籍，仙根可蕴养伤势，一点血肉不灭，便可重生。如此说来，天地根基被毁，应该就是在这玉虚圣地中了。幽辉，你睁眼啊！我是哥哥，对不起，是哥哥没保护好你。幽微，你怎么就丢下哥哥了？你可是哥哥一点点看着长大的人啊！是我拿自己的肉，一次次付血拿凶兽肉换奶，用命去守，一点点成长起来的妹妹啊！幽微啊！好疼，好疼。幽微不怕，哥哥让这些人给你陪葬。有大批将领取阵。今日大开杀戒。圣王，这凡间宗门的底蕴竟然恐怖到这种地步！七太上竟然是一尊圣王！天帝虽然一念突破大能，但在圣王面前依旧形如蝼蚁。这毕竟是碾压大能2个境界的存在。也就是说，便是这位挖走了天帝的仙根，只是为何天帝还能活下来？难道是幽微姑娘的师尊出现，及时救下了他？这股力量，难道说是仙根？是你杀了我妹妹！妹妹？什么妹妹？老朽不知道，或许是，也或许不是。到底是不是？不过那边的孩童皆是老朽所杀，他们都成为了老朽的养分。找死！给我妹妹陪葬！老朽年轻之时曾听闻过身具仙根者乃天生至尊，于是耗尽半生搜寻。本以为这种神物只存于武术之中，不曾想垂死之际竟有幸见到。得此根基，老朽定然成为至尊，打破寿元限制。仙根，拿来吧你！想要我的仙根，你也得赔命！疯了，完全不要命了！你竟然压榨仙根的力量，试图以12根神脉倒弓做赌，强行拔高境界，这样的反噬后果，你承担得起？妹妹已死，是何后果反噬？我已无心过问。今日我便要你死！是什么变态妖孽，强行拔高到半兽，竟然还传本王战成平手！他现在的力量强行拔高，终究撑不了多久。真是变态！我本王能磨死你，看你到底能撑多久！既然这样还杀不了你，那我便以我的道功神脉为心，集我全身，以仙根为引，化为同葬一击。疯了，这是疯子！本王不要你的仙根了！东京同葬。
怪物，疯子！为了一个凡人妹妹，何至于此？晚了，我死！有为，哥哥给你报仇了，不要害怕，哥哥很快就来陪你了。想到一代圣王竟然死在年仅7岁的天帝手中，那最终一击威能甚至已经达到至尊级了，太恐怖了。可惜了，这一击之后，天地差不多也废了，神脉、道宫全被毁掉，连仙根也暗淡了。是啊，要知道天帝从开始正式修行到斩杀一尊圣王，差不多才1、2年时间啊！修行1、2年就斩杀圣王，他凭什么？所有风头本该属于我的，现在却被他所抢走了。不对，如此说来，天帝他的仙根并没有被毁，所受之伤可慢慢愈合。可我见到他的时候，他道基被毁，身上已经没有仙根了。那他的仙根是什么时候被毁的？师尊，你是仙人吗？何谓仙人？若是凡人眼中飞天遁地、摘星拿月的存在，老朽倒是当之无愧。那位太古强者便是幼薇姑娘的师尊吗？不过，为何幼薇姑娘的师尊在这个时候现身？不该是天帝的仙根被毁后才出现的吗？奇了怪了，难不成之前的猜测都是错的，还是另有隐情？师尊怎么会在这个时候才出现？既然师尊都已经出现了，为何哥哥的仙根还会被挖去？或许我们从一开始就误会了件事情，而这件事现在谜题将揭晓了。什么谜题？都这个时候还重要？诸位不如随我一起出水，加快炼化天地的速度。住手！住手！叶帝，你想做什么？哼，诸位可莫忘了天帝所行之恶，即便过往有所隐秘，但也改变不了什么，莫要自误。仙人，恳请仙人救我妹妹，一定要救我妹妹！他死了，死人怎么可能复生？可以的，可以的。刚刚我明明已经快死了，可你只是一挥手，我便感觉好多了。你体内有仙根，体质非凡，道基虽毁，躯体底蕴仍在，老朽自然可救你。可你那妹妹资质平凡，底蕴浅薄如纸片，落到如今田地，便是大罗金仙亲临，也无可奈何。不可能，绝不可能！我妹妹自幼从伟，连我都有，她怎么可能没有？痴儿，老道乃太古圣尊，怎么可能看错？万古岁月以来，能诞生仙根者不超过1手之数。你那妹妹就是平凡到不能平凡的资质，别说什么仙根，她连最普通的修行灵根都算不上。谁都知道幼薇姑娘凭借着一根仙根以及太古传承横扫诸天，才达到如今成就。更因为她体内的仙根遭天地所窥忌，二者才反目成仇。可现在告诉所有人，幼薇姑娘竟然没有仙根。那现如今幼薇姑娘体内的仙根是从哪里来的？记忆之中，师尊对我无比宠溺，说我是天生至尊，得他传承，未来必定问鼎绝巅，俯瞰众生。可现在却说我毫无资质，平凡的不能再平凡。那我体内的仙根是怎么来的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老夫乃太古圣尊，太古一战后本源受损，至今仍在寻找传人。若无你适才和敌人交手，打破一角空间，让老朽察觉到气息，才寻觅过来。仙人是想收我为徒吗？你若成为老夫传人，凭借仙根以及老夫传承，未来必然能纵横三界，俯瞰众生。仙人是说，我这仙根很厉害，对吧？没错，万古无一。可活死人吗？你要救他？可活死人吗？可，仙根力量莫测，救活一个死人轻而易举。
他若是得我仙根，仙人可收他为徒吗？仙根乃宿主之根，拔除之时如千刀万剐。以你如今情况，拔除仙根，十死无生。没事，能换我妹妹活着，就很好了。值得吗？没什么值不值得，谁让我是他哥哥呢？不要啊！不要啊！哥哥，你不要这样！是因为错了，我一直以来都错了。这是什么？这是天地的感受，诸位莫要离镜子太近。古镜传递记忆时，会将一半痛楚传到境外。只是一半的痛楚，便让叶帝如此惨叫。当初的天帝才7岁呀，这般挖骨之痛，他如何忍耐的？只是一半便已如此，那时的你是如何忍得下来啊，哥哥？该死的天帝，竟然让我在众人面前丢脸！老头子，我不喜欢欠人家的，也不喜欢人家欠我的。我送你一个盖世无双的弟子，你得照顾好他，否则我不会放过你，绝技不会放过。值得吗？换作是他，你觉得他会和你一样做吗？重要吗？若真换过来，我不希望他为我挖仙根，哪有什么值得不值得？她可是我的妹妹啊，当哥哥的就应该保护她。可惜老夫本源受损，又需教导传人，否则可分运一些本源之力给你，助你度过此劫。此一别，或许再无相见之日。你可还有什么话想对他说的？有为啊，爹娘的仇，哥怕是没机会报了。到最后，天帝还是没有将幼薇姑娘的血仇说出去，可能也是不想让幼薇姑娘背负这些吧。哥哥，你为何从来不告诉我这些？这本就是你的仙根呀，你要只需要一句话呀。我也终于明白了，为何从小到大，我胸前一直有一道细小的疤痕。哥哥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幼薇姑娘，事情都过去了。诚然，天帝曾经对你很好，付出了许多，可后来他还是变了。他后来残暴无道，迫害众生，恶贯满盈，遭天帝共判。错不再是你，而是他。可那和我有关什么？他要我的仙根，那本就是应该的，那本就是他的。即便整个天下都抛弃他，我也不该抛弃他呀！幼薇姑娘，你不要冲动，如今需要顾全大局啊！大局？什么大局？我不配！不是他拿肉为大的，是他拿如今的命换来如今的我。我凭什么？我有什么资格背叛他呀？我要救他！我要救他！无论他做了什么，他都是我哥哥。幼薇姑娘，不可！天帝乃世间大魔，你不可当了罪人。今日谁阻拦我，我便杀谁。够了，幼薇姑娘，不要自误。幼薇姑娘，天帝已然无情无义，遭众生抛弃，死不足惜，你这是何必呢？你可想过，若将他放出，他必血洗众生。给我滚开！该死的天帝，马上都要死了，竟然还让顾有为倒戈，真是恶心本帝！江明华，你敢！不愧是天帝曾炼制的无上仙器，仙威盖世，
纵使幼薇姑娘才情无双，最终也被此钟镇压。此钟曾随天帝征战诸天万界，横扫一切敌，不知沾染了多少大帝至尊之血，后面更是晋升为无上仙气。话虽如此，但此钟祭炼过程之惨无人道。姜黄姐姐乃道气仙胎之体，当天帝得知后，竟是拿姜黄姐姐祭炼此钟，后面更是被抹除意识，成为此钟器灵。的确如此，也正是因为我和姐姐血脉相连，所以这世间除却天地外，也只有我还能掌控此钟。说实话，我等能那么容易攻破天地宫，很大部分原因还是多亏了姜黄在时空长河中封印此钟，为我等争取了时间。藏天钟在姜明皇手中，能让他跻身当时最强者之列，连叶晨也不一定是其对手。若不解决掉他，即便我让其余人反手，恐怕后面都会被他给镇压。真是奇了怪，编写人生的唯一要求就是得贴近现实。可顾有温的人生，我编写了那么久，就没有一次失效过，就好像完全是天地的真正过处经历一样。哎，先不管了，继续编写过去脱身吧。喂，你还记不记得我？当初在山林里，我被狼群包围，是你救了我一命。我本以为我已经够惨了，却没想到你比我还惨，神外道宫都被毁去。不过你也是够幸运的，若非我听到这玉虚圣地遭难，想来捡点漏，不然还遇不到你。再怎么说，你也救过我一次，我救你这次也算扯平了。都躺半年了，你怎么还没好？小爷都照顾你半年了，你怎么还半死不活的样子？你照顾我什么？每天给你守着，不算照顾你吗？这半年还不是靠我自己熬过来。不管，你快点恢复过来。小爷想吃肉啊！当初救你，可就想着你是修士，身上有点值钱的东西，谁知道你就是个穷光蛋，现在每天都得去乞讨。我现在依旧浑身断裂，无法动弹。你再让我熬半年，或许就能下地了。到时候我去打猎，你就有肉吃了。真是个怪物，半年不吃不喝，不动弹一下，换作是别人早就死了。到底是怎么活下来的？当初我还未曾修行，在下界混迹，饥一顿饱一顿的。本想在玉虚圣地废墟捡漏，不曾想再度遇到天帝，还把他当作是玉虚圣地抓去的童男童女，也没想到他是覆灭玉虚圣地的那神秘人。若是当初天帝死在那里，就没有后面那么多事情了。没想到他生命力如此顽强，浑身伤势，挖去仙根后还硬生生熬了下来。若我当初不将他带回去，任由他死在那里，或许我姐姐也不会。今晚又能吃烤兔，大哥你太好了！不要叫我大哥，你年纪比我大。怎么不算呢？跟着你，天天都有肉吃。我之前一个人的时候过的是什么苦日子啊？你现在就是我的大哥。差不多2年的时间，我才差不多恢复过来。本以为没有了仙根，我会死去，不曾想靠着要找回妹妹以及帮父母报仇的念头，我竟然奇迹般熬了下来，真是天不绝我。大哥，你别瞧不起我，当我大哥其实好处多着呢。什么好处？天天给你打猎吗？说出来你别不信，我还有个姐姐，可貌美了，人又厉害。然后呢？本想以普通人的身份和你相处，可现在我摊牌了。其实我是上界古老世家的世家子，前来下界磨砺。当5年期满，我就会回到上界。巧了，其实我是天地传人，也在下界磨练。别不信啊，我说真的，你现在道基破碎，毫无修为，只有一身武技，对付山间野兽还行，可这辈子也就这样了。以后跟着我混，不说让你恢复修为，但保你一生荣华富贵没问题的。连玉虚圣地也被我一力荡平，你所说的荣华富贵，你觉得我会在意吗？吹牛！大哥，话说我俩天天打猎，也实在是有些腻了，要不去玉虚圣地废墟那边转转？听说最近那边来了挺多人，如果运气好，在废墟中找到啥值钱玩意儿，我们就能去酒楼里胡吃海喝了。运气真不错，这玉虚圣地覆灭后，这2年间连草皮都被人给薅了几层。没想到小爷刚来就找到了这么块玉简，难不成小爷还是天选之子？你最好安静一点。怕什么？大哥，咱们苦日子到头了。你找到了什么？没什么。你们怎么能抢我东西？你说什么？这是你的东西。那不然呢？
现在看清这是谁的东西了吗？把脚挪开！大哥，又来一个，真是不知所措。罢了，欺负两个凡人，也着实无趣。没想到天帝和姜皇还被这些凡尘俗如此欺负过。说来可惜，天帝道基被毁，神脉被毁，当时力压玉虚圣地的风采不见，甚至被人欺凌。当初也是因为我的缘故，年少无知，莽撞惹祸，才会如此。天帝道基已碎，连普通修士都能欺负他，那他后来是如何再度踏上修行之路的？失去了仙根，没有丝毫修为和背景的哥哥，是如何在这般艰苦的大事中活下来的？连这些普通修士都能随便欺负他，都怪我，是我害得他如此。顾长生，你快醒醒！你怎么那么傻？明明躺地上装死就行了，非要和他们硬磕。你现在可不是修士啊！装死他们就会放过我们吗？可这样你差点被打死啊！真是个疯子，为了我值得吗？你不是叫我大哥吗？我只是叫着玩的，你还认真起来了。我不在意。从今天起，顾长生就是我姜明皇的大哥了。没有了妹妹，我现在却要多个兄弟吗？欢乐时一起对酒当歌，风起时一起游山历河，对强敌一起出生入死，临危难一起刀山火海。兄有事，弟拔刀即往；弟有难，兄九死不回。没想到当初天帝和姜皇竟然是这般结拜的，虽然平淡，但这情谊却是纯粹啊！少年义气，正当如此。说他永远是那个大哥该多好，可他顾长生后面终究是变了。恭迎少主回国。大哥，你这下子总该相信我是世家子了吧？我也从来没有说过不信啊。大哥，你随我去上界吧。你我兄弟二人的苦日子也算是到头了，你我二人有各自的路要走。我道基已碎，即便前往上界，此生的荣华富贵倒不如人间自在。你不必劝我。你乃万古无一的先天剑台，可愿拜我为师，随我入剑道？剑修，我还有重新踏入修行的可能。这方天地的主流修行体系你是走不了的，但你道基被毁不一定是坏事，或许能让你在剑道这一支上走得更为长远。您肯教我？你是万古无一的剑道天骄，老夫被世人尊称为剑圣，见猎欣喜，自然愿意教你。我顾长生从不喜欢欠别人的，您肯教我，我未来势必报答你。好孩子，老夫就喜欢有恩必报的孩子，剑心纯粹，不欠因果。天帝竟然还有师尊，可为何天帝从未透露过？就连姜皇、右为姑娘等亲近之人，也并不知晓此事。如此想来，定然是天帝做过欺师灭祖之事，方才隐藏这段过往。你等可还记得姜皇曾说过天帝剑心被毁一事？或许便和这位神秘剑圣有关。我只知道他剑心曾被毁去，但到底是因何被毁，并不知情。难不成天地之恶是从剑心被毁之后才苏醒的？长生，
乃为师游历凡尘所收的亲传弟子，也是尔等师兄，还不快来见拜？此人年纪浅薄，看打扮好似乞丐，老师怎么会收他为我等师兄？是啊，你看他哪有半分剑修的风流倜傥，还持着一把柴刀，莫不是老师在山间所寻来的劈柴小孩？哼！见过师兄。这些言语你不必理会。当今之事，实力为尊。为师给你10年，10年之后，若你不能力压同门，那你我之间的师徒情谊也便尽了。弟子定不辜负师尊希望。这些是剑宗建宗以来的所有剑道绝学，还包括为师年轻之时所创下的剑招感悟，你可随意翻阅学习。为师虽然可以指点你的剑道，让你少走弯路，但其中的诸多门道还需要你自摸索。长生，拜谢师尊。原来真正的剑道是这样的。原来如此，我既为剑修，自当与天命抗争，以手中之剑斩去不公。就算举世皆敌，天地共弃又如何？剑宗1年1度的论道，说是论道，实际上却是比试。我剑宗数万弟子，每人皆是天之骄子，凡前10弟子，赏赐最为上乘，因此每年论道最为激烈。最差的都是凝神境的存在，甚至还有半圣级别的弟子。你才入门1年，这场论道你就看看便是，不需要参与。老师，弟子不想要任何奖励，只是想请顾师兄与我切磋切磋。凡入宗10年的弟子，方可参与宗门论道，规矩你可忘了？长生可才入门1年，弟子知晓，但顾师兄能被老师收为亲传弟子，想必定然天赋绝伦，弟子也想请教一番。想知道这位能被师傅如此垂上的顾师兄，到底有何特别之处？是啊，这位顾师兄刚来就能在那座苍宁阁中待1整年，那可是连无双师兄都不能去的地方，凭什么？顾师兄该不会是不敢吧？顾师兄可是亲传弟子啊！无双师兄可是我门中天赋最好、修行功底最高的弟子，由他邀约顾师兄为绰绰有余了。罢了，长生，你就上台展示一番，为师也正好看看你这1年的修行成果。师兄，你且出手吧，师弟我是不会伤害到你先出手吧，我出手，你就没有出手的机会。顾师兄才入门1年，可能并不了解师弟的实力。纵然是半圣强，师弟我单手便能镇压。你确定要我先出手？出手吧。这是无双师兄的天外飞剑，一剑飞仙，杀伐绝世。曾于落日渊一剑斩灭圣王境妖兽。无双师兄剑道又精进了，不知这位才入门1年的顾师兄如何挡得住？该不会要让师傅出手相救吧？我说过，若我先出手，你连拔剑的机会都没有。妖孽，真是妖孽呀！天地道根被废，再到一剑败圣王，也不过1年时间，这是何等不可思议的恐怖怪胎啊！这他妈还是人？从废人到一剑败圣王，才1年时间。我也没想到，天地台的剑道天赋竟然恐怖到这种地步，比之仙根丝毫不差。得亏天地的仙根没了，后来剑线心也毁了，不然后面谁能败他？长生啊，你可还记得，当初为师收你为徒的时候，曾说过什么？徒儿记得，师父肯教我剑道，徒儿定会报答师父恩情。记得就好。我剑宗作为天机宗分支，立宗数万年以来，除了钻研剑道、磨练剑心之外，其实还有对于每个弟子还有另外要求。师父请讲。便是负责天机宗那边一些棘手的刺杀任务。师尊是想让我做些什么？徒儿，你这么聪明，应该已经猜到了。徒儿啊，记得说到做到啊！我的剑平天下不平，斩世道不公，对抗天道，只引那天命欺人。可如今却要这般吗？
是哪个不长眼的家伙？可是王腾，我来取你首级。本座和你有仇，你来自于哪方势力？有人雇我杀你，至于我是哪方势力，我不会告诉你。哼，好一个来杀我！竟然是王腾！此人据说崛起于上古之时，极为狂妄，有大帝之姿，为北玄大帝公认的第一天骄至尊。难道说王腾是被天帝所杀？倒有说法，王腾是因为得罪一尊域外大帝才消弭陨落的。哼，想什么呢？王腾此人辉煌之时，已然是至尊之境，临大帝之位也只差临门一脚。天帝不过才入剑道4年，怎么可能是其对手？难不成天帝的剑心是在此战中被王腾所毁？很有可能。天帝没准是不想被剑宗当作暗杀棋子，才主动找上这王腾。天帝的剑心，真是因为这一战而毁。阁下出手吧，既然敢杀本座，想必是有几分本事的。你出手吧，与我本无仇恨，我愿给你出手的机会。哼，罢了，看你根骨不过毛头少年，本座也没时间陪你玩。妈可能！这是一位天赋恐怖的盖世至尊啊！每位至尊无一不是福缘资质深厚的存在，数千年苦修方可走到这一步。可天帝才踏足剑道4年，便能剑斩至尊了。4年磨一剑，一剑斩至尊，天帝的剑道天赋居然恐怖到这种地步！姜黄，你不是说天帝的剑心后来被毁了吗？可他如今都能剑斩至尊了，境界怕是逼近准帝了。在那个时代，天地间能出世的大帝有几尊？你莫不是在骗我等？天帝的剑心的确是被毁了。这点千真万确，本皇可以道心起誓，难不成他曾挑战过大帝？天帝妖孽到这种地步，天资之恐怖堪称万古无一。人族大帝肩负守护众生之责，即便被天帝上门挑战，也不可能出手毁去其剑心的。是啊，那个时候的天帝就这般妖孽，只会受到诸多大帝的庇护。王腾虽非善恶，但与我无冤无仇，我不该杀他。世间万事两难全，王腾，或许你不该死于我手，可施恩重大，我却不得不还。你我虽无怨，但你处抚欺男霸女，仰仗先威，鱼肉百姓，你却是该死。不要怨我。你虽洗手上岸，但年轻之时为修炼邪功，祸害不少良家少女。这些日子，我虽专挑大奸大恶之人去杀，但其余人绝大多数都是良善之辈，他们恪守规矩，与人为善，可却榜上有名。我若杀他们，良心难安。乖徒儿，有事找为师。是。能杀的我都杀，没杀的我也不想再杀，也不会去杀。你如何敢忤逆我？我不想再杀了。你如今剑道大成，世间无人可挡你，你便不再将我这个师尊放在眼里。我不想再杀了。你难道忘了当初的誓言？忘了老夫收你为徒时，你对老夫有着怎样的许诺？老师云游去了，临行前让我给师兄带一句话。你说。老师说他需要让你最后替他杀一人，至于那个是谁，老师云游回来自然会告诉你。师兄若是答应，此事之后因果两清。杀一人，只要再杀一人，我便还清了师尊恩情，一切就都可以结束了。我也可以摆脱剑宗，此后下山就能寻找杀害爹娘的仇人，也能去找妹妹了。师尊，此事之后，我便不再是你的师尊了。这次师尊让我杀谁，当时大帝还是比大帝更难缠的人物。
没想到这剑宗让天帝去杀的最后一人，竟然是姜黄。不过很显然，天帝并没有去斩杀姜黄，毕竟剑皇还好好活在这里。天帝剑心被毁，难道和我有关？一面是忤逆师门，一面是背叛兄弟，天帝不论怎么选，这骂名是背定了。为何是我？此事并非我意，而是剑宗其余高层一致决定。实际上，早在你和江明皇相遇那一刻，剑宗便已经注意到你，我方才下界收你为徒。所以这场算计从一开始就已经注定了。江明皇乃上古世家江家少主，整个北玄大陆也只有3个上古世家，这3个世家底蕴深厚，互相鼎立，镇压诸多纪元。一旦江明皇死了，江家必然会不顾一切报复其余2家。所以呢？江家高手如云，江明皇背后更有诸多护道者，唯有你才有实力去杀他，也只有你是其兄弟，才能轻而易举取掉他性命。老夫给你2个选择：其一，斩杀江明皇，事后你重获自由，剑宗一切事情和你无关；其二，你可以选择不去，你要走，剑宗无人能拦你，但你欠老夫的因果，你如何偿还？我说过，顾长生从来不欠人家的。江明皇是我手足，你是我师尊，你要杀我兄弟，那么我便还你一条手臂，也算对得起你。你疯了！你竟为此自毁剑心！老剑圣，我顾长生的剑道是你教的，今日你我师徒恩断义绝，我便将这颗剑心也还你，如何？可够？原来这才是天地剑心会毁的原因，我等早该想到的。是啊，那时候的上古，除了天帝他自己外，还有何人能毁去那无敌剑心？想来天帝他竭力隐瞒这段往事，并非是因为恶行怕被揭露，而是怕姜黄无法去面对他。这段往事中，天帝他没有对不起师恩，同样没有对不起兄弟，唯独对不起自己。原来是这样，原来是这样的！为何你从前双臂健全，可后来却失去了一臂？明明你是史上最妖孽的剑道天才，却因我而毁去一颗无敌剑心。不练剑了。大哥，谁准许你不练剑的，我就不准，你就不能假装来杀我吗？就许你是我的兄弟，不许我是你兄弟吗？为什么要放弃剑道？为什么要自毁剑心？你连跟我去上界享受荣华富贵都不肯，这份恩情让我怎么去还？姜黄莫要太过伤心，诚然天帝为你做了许多，可最终他杀了你姐姐，血亲之仇岂能不报？我心中有数，待他陨落之后，我便废掉修为，避世不出。我欠他一颗无敌剑心，便拿此生大地修为还他。可叹天帝实乃义薄云天，令人钦佩，为异姓兄弟妹妹做到这一步，若非后来所为，谁又愿意站到他的对立面去呢？天地残暴，血屠众生，江明皇，你竟然还在为这种人缅怀那份兄弟情谊，实在可笑。见过妖皇，此番能顺利镇压天帝，妖皇可谓功不可没。待天帝陨落，本帝便在这天宫设宴，为妖皇陛下庆功。若我能拿下这位妖皇，有其辅佐，日后执掌天宫就稳了。可惜他太骄傲了，之前几次接触都对我爱答不理。不必了，天帝他对你等尚有过真情实意，可对我妖族却有不共戴天之仇。如今天帝被镇压，尔等无论是谁，倘若生出放出天帝的心思，我白素便与其不死不休。喂，你醒醒呀！妖，你醒了？你为何救我？
没有原因，只是恰好遇见你，不想看着你死。我剑心被毁，道基不存，孑然一身，无背景传承。你想法设法救我，半点好处都得不到。别想太多，好好养伤吧。妖皇陛下，这狐狸该不会是你吧？亦或者你们狐族的某位强者？本皇可是拥有上古血脉的青丘九尾灵狐，跟一只普通狐狸能有什么关系？那就好。可恨的小白狐，你可知你的所作所为，为我妖族日后招来多大的灾难？你如今救了顾长生，可他日后依旧无情，屠戮我无数妖族。快吃吧，不用想那么多，没毒。既然没死，我总归要活下去，还有父母大仇未报。不过这小狐狸到底要干什么？你应该不能化形吧？你现在还很虚弱，暂且待在这里，我去洞外看看还有没有果子。这段时间饿了，小狐狸给我叼来果子，冷了，它用身躯给我供暖，甚至屡次用妖血帮我滋润躯壳。可我这副风中残烛般的躯体早已千疮百孔，根本没有恢复的迹象。算了，不继续拖累它了。算了吧，我这副身躯早已被我折磨得不成样子，如今就剩一副空壳，你不用管我了。一定可以的，会有办法的。我一直想不通，你为何会对我那么好？如今的我对你也没有任何价值。既然遇见，便不想看你死。你要去哪里？你在这里等我。剑赏，你去了剑宗。把这些吃了。滚！明明我们只是萍水相逢，你拿自身血脉救我也就算了，为何还要冒险去剑宗偷丹？你可知那是什么地方？你不要命了！别浪费了。你为什么要这样？我不喜欢欠人家的。你若说不出缘由，我宁死也不会接受你的好意。我要死了。死？看到了，我这一脉被人下了血脉诅咒，每过一天，本源便会减去一分，直至死去。我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，没有办法解开诅咒，除非去荒古禁区，那里或许有解开血脉诅咒的神药。荒古禁区？那里十死无生，我别无选择。本打算去禁区走上一走，没想到却遇到了你。我此行大概率是要死的，所以想着能救个人也挺好的。所以你得好好下去，毕竟活着就有希望。比起我，你还是有更多的选择，不是吗？是啊，大仇未报，我哪有资格去死？我这一脉就只剩下我一个了，所以啊，我才千里迢迢来到这里。我要是死了，我这一脉就断绝了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小五。我叫顾长生。你应该是不可能化形的吧？其实可以，不过就是样子不好看，怕吓到你。我想看看，就算以后见不到你，总归要记住你的样子。没吓到你吧？没有，很美。怎么感觉这小狐狸的容貌和神韵和白帝有些相似？什么眼神？白帝绝美无双，颠倒众生。那小狐狸如此丑陋，岂能和白帝相比？是啊，世人皆知，白帝乃是天道宠爱之人，说是天道的亲闺女也没错。容貌、才情、福缘都是一等一的。那只小狐狸命运凄惨，被人下了血脉诅咒不说，化形之后的相貌更是奇丑。纵然是神韵相似，但又怎么可能和白帝扯上关系？说起来，这小狐狸对天帝可谓是无微不至，不求回报。可天帝后来却是如何对待妖族的？当今的妖族大帝白帝之母就被天帝所镇压了。后来天帝的血屠称号便是屠戮无尽妖族得来的。忘恩负义，心狠手辣，本来就是天帝的真面目。你等之前所看到的一切，不过是他未曾变恶的假象罢了。我已时日无多了，我要进入那片禁地了。我听父辈说过，那片禁区有一片轮回海，其中长生物质充溢，或可解开我的血脉诅咒。你如今的状态，此去必死。别无选择，去了尚有生机，不去便只能等死。一起去吧，多一个人便多一分力量，不然那茫茫禁区，你该如何寻找？此去九死一生，你当真想好了？同生共死。好一个同生共死！可一只濒死的狐妖，一个毫无修为的凡人，
他们最终是如何从这片禁区走出的？或许这只小狐狸根本没有走出来，出来的只有天帝一人。这狐妖对天帝如此之好，可后来天帝依旧无情，屠戮妖族。若小狐狸知晓，不知会不会心寒。你真是傻，拼死护他救他，可他做了什么？你真是妄为妖，甚至是我妖族的罪人。禁区中最可怕的不是魔物，而是这种无处不在的诅咒。越往里走，越是可怕。我已经走不下去了。我一定会带你进去的。不必了，我的朋友，离开这片禁区。你知道我为何要救你吗？实际上，我在你身上看到了我的影子。我本以为我已经很可怜了，却没想到碰到一个更可怜的人。道基崩碎，剑心被毁，手臂也断了。别说了，再不说的话，以后没有机会了。或许是同病相怜吧，我鬼使神差的救了你，直到后来发现你跟我真的好像，一样倔强，一样悲苦。你为何要对我那么好？我一生坎坷，血亲村子被屠，5岁便带着妹妹艰难求生，好不容易碰到个师尊，本以为会得到庇护温暖，可到头来却发现自己只是颗棋子。我从未被人如此待过，不遗余力，竭力保护。所以我想你要活下去。2个命运悲惨的人，总归是要活下去一个吧。我死后会化作一颗妖丹，其中有我的修为，你千万莫要辜负我，将其炼化，或许能让你破碎的道基恢复一些。多好的小狐狸啊，至情至性。初遇天地，便以自身妖血帮其疗伤，冒死去剑宗盗取丹药，前往禁区的路上为天帝遮风挡雨，最后更是要献出妖丹。没猜错的话，天帝最后应该是炼化了小狐狸妖丹，才慢慢恢复了道基。天帝真不是人，小狐狸这般对他，他却炼化其妖丹，更是和整个妖族为敌。好傻啊你！可你知不知道，就因为你的傻，害得我妖族再无立足之地。天帝他就是个狠辣之人，怎么配你对他那么好？我不要你死！我不要你死！造化！怎么做到的？没用的，治标不治本。下这诅咒的人实力太过于强大。刚才天帝是什么手段，竟有生死人肉白骨之效？不是生死人肉白骨，而是调动天地间的某种规则之力。天道，是天道。天帝竟然在此等境地自行领悟了此法。本皇曾在古籍中见过，我不求道，道自然来。此等修行之路，只存在于古史之中，乃是通过感悟规则，借助天地之力，一念之间扭转天地规则。莫说长生，便是令死人逆活，也是轻而易举。竟然如此强大！天帝真是妖孽啊！在这般情况下，竟然依靠自己，硬生生揣摩出了天道修行之法。这他妈是人吗？话说回来，连天道手段也救不了小狐狸，他所受诅咒至少也是一尊大帝下的。无用的，长生，你不要再尝试了。不会的，我不会让你死的。外面的禁区中肯定有续命的神药，小五，你等我。这株神秘小花肯定是延寿神药。何人敢闯我碧落潭？借这株小花续命，日后定有厚报。竟敢觊觎本祖的碧落河道花，人族小子，你找死！此番闯来，实乃迫不得已，还望俄祖前辈通融，日后必滚！以重伤之身强闯这片禁区，
还敢觊觎本祖的河道花，不自量力，今日便吞了你！影瞳中的黑色纹路，怎么和小舞一样？怎么可能？不是说这世间只有一只九尾灵狐吗？上古之时，怎么还有另一只九尾灵狐？该不会真是妖皇陛下吧？如何是本宫？本帝可是天道宠爱之人，从未遭受过什么血脉诅咒。试问这天地间，何人敢诅咒本帝？是啊，没准只是巧合，你们不要联想的太多了。你怎么来了？你刚才幻化九尾之身，是不是压榨了某种底蕴？这后果反噬之大，你如何能承担？我猜你肯定会来这里，心想你这样的状况，怎么可能是这里的恶祖的对手？你快吃了这花，应该可以抵消你的反噬。没用的，这花固然神性十足，但对我而言只是沧海一粟。你不吃这花是走不出禁区的，我很快就要死了，我们2个人总归是要活下去一个的。都到这份上了，已经油尽灯枯了，他不吃这神药一定会死的。一个萍水相逢之人，他为什么老是用自己的命去救天地，值得吗？凭什么天地有这般的好运，被这愚蠢的狐狸一次次舍命相救？都到这一步了，都还在为天地着想。你若真是我青丘一脉，那也是青丘之耻。为何要这样？活下去不仅仅是为了你，也是为了我。不可以，2个人都要活下去。轮回海，轮回海，我一定要找到轮回海。轮回海生机暗淡，长生物质充盈，而我所吞服的河道花以及这附近的草木都有这种神性，说明轮回海必然在附近。轮回海竟然藏在碧落潭深处，同为两面，天帝的心思未免也太缜密了。可惜啊，天帝哪怕找到了轮回海，小狐狸最终还是死了，没有继续跟随在他身边。这轮回海竟然蕴含无穷秘密，才得以让天帝后面恢复过来，成就地位。至尊，还是足足4尊！好胆！何人敢冒犯我长生世家老祖坐化之地？恳请诸位退一步，我只想借轮回海救人，无意冒犯。轮回海乃我长生世家根基，一经玷污，神性不存，连我等都不舍得踏足半步，又岂容外人染指？何必和他废话？闯我长生世家祖脉，绝不能让他离开。诸位，我只求救人，你们不要逼我。擅闯我族祖地，留你不得！造化，阴阳，生死。此子所修之道有古怪，修为虽低，只有圣王境，却能预示天地规则。不要留手，此子手段怪异，短短数息，气息攀升数次，定然有无穷反噬，不可能支撑多久。祭出祖阵，将之镇杀火灭。中来！是老祖的地兵。怎么可能？他怎么能操纵祖气？造反天罡了不成？这居然是藏天钟！没想到这藏天钟竟然是天帝在那个时候抢来的。可天帝是如何做到的？这地兵可是人家长生世家的老祖所炼制，其中有禁制存在，即便是后人也不一定能催动。地兵基本都是天地间的规则炼化而成，乃是天道产物。天帝修行天道法，某种意义上也的确能操控地兵。竟然那么离谱！战！
有救了，小五有救了。为什么轮回还解不了诅咒？他已经那么可怜了，为何不给一丝希望？天不怜你，我来！天帝此举是想抽干整片禁区的生机，他如今可是才圣王境啊！这天道修行法竟然如此逆天，简直不可思议！以整个长生世家的底蕴去成全一人，天帝可真是暴殄天物。难道这血脉诅咒才是我青丘一族的衰败根源？来！长生，长生，你醒醒！太好了，真好呢，我们两个都活了下来。今后我来守着你，你不会再有意外了。我们走吧，我知道一处很美的地方，如今摆脱血脉诅咒，倒是想去那里看看。怎么可能？这小狐狸竟然和白帝陛下一模一样，神韵也几乎一模一样。这世间真有如此巧合的事情？怎么能和本帝如此相像？你等再看本宫，本宫便将你等的眼珠子挖出来。小狐狸的确是和白帝陛下相似，但仔细看去，他根本没有功德庇护，根本没受到天道眷顾。你们不要联想了。天帝，你有你的小狐狸，但本帝也有本帝的白素，总有一天要将它拿下。感觉今后人生一片美好啊！我想吃好多好多东西，想去好多好多地方看看。对了，你就没有想去做的事情吗？我儿时家破人亡，若想做的，便是找到杀害我父母的仇人。除了这个呢？等妹妹回来。还有呢？就是和江明皇喝一顿酒。还有呢？你就没想过找个心仪的人，一起去看看日出日落，一起去看红尘百态吗？这就是你心心念念的地方。是啊，当初我途经这里，血脉诅咒发作，疼痛难忍，心生死志。可看到这些美景，就想着天下有那么多美丽的地方，我都还没见过呢，怎么能寻死呢？以后还会去更多更美的地方。怎么了？你会忘记我吗？怎么会？等我报了父母的仇，我便陪着你，想去哪里就去哪里。真好呢。这个送给你，你要保管好哦。小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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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五不辞而别了，我早该想到的。明明那日我察觉到了他的异常。如果所料不错的话，小狐狸的这次不辞而别，很可能就是他陨落的缘由。是啊，我还在想，小狐狸都已经解决掉了血脉诅咒，后面怎么可能没有跟随在天帝身边？这只小狐狸的命运也实在是太悲惨了。难以想象，当得知小狐狸死去的时候，天帝会多么悲痛。不管怎么说，也不是天帝性情大变、屠戮众生的理由。嘿，大傻瓜，当你看到这一刻的时候，我应该是死了。对不起啊，说好不离不弃，不该抛弃你的，可我也不想啊，真的不想。我多想跟在你身边，让你陪我去那些一直都想去的地方。小五，其实啊，我本是青丘九尾灵狐，我叫白素，但我没有骗你，我在家中排行老五，所以爹娘都管我叫小五。我父亲是青丘妖皇，可遭遇了妖族动乱，金乌一族杀了父亲，族人、哥哥、姐姐也都死了，只有我是九尾灵狐才活得更久，但也被那老金乌中了血脉诅咒。本来我以为解开诅咒就没事了，可直到今天，那老金乌通过母亲的血脉感应到了我，他以母亲相要挟，让我前往汤山。我知道我一定会死，但我不怕，我只是有些舍不得你。长生，我知道你的性格，我死后你肯定要为我报仇，但我不想你去冒险。那只杂毛老金乌太强了，你远不是他的对手，只是希望长生你能够记得我。等等，刚才小狐狸说她叫白素，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她怎么也叫白素？
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是白素，充其量只是名字、样貌、本相一样罢了。小五，长生，肯定是梦。对，他怎么可能死了呢？我明明救活了他。此去斩地。天帝怎么敢的？那个时候，他所需要面对的可是一尊大帝呀！大帝超脱诸世，游历时空长河，哪怕一个眼神，便足以让无量生灵点血。这个时候的天帝，哪怕能抗衡至尊，但在大帝面前，依旧和蝼蚁无异啊！面对一尊大帝，天帝他最终到底是如何活下来的？小狐狸本是妖族公主，她一生本该顺利，可就是这些人的反叛，让她命运悲凉凄惨，所有人都该死。来者何人？此乃我妖族国度，安敢如此屠戮？原来这便是天帝血洗妖族的由来。妖族大胜，圣王陨落成雨，难怪后来的妖族会落寞到这般地步。天帝这一生背负的骂名太多了，真是没想到所谓的血洗妖族，竟是如此。原来是这样的吗？原来是为我青丘一族背负的骂名。成臣天帝血洗妖族情有可原，但天帝后来对北玄修士还有惨烈屠杀，但这和本皇有什么关系？为什么本皇脑海里会有那些记忆？你怎么了？请金乌大帝赴死！好一个精彩艳艳的后辈，凭借圣王底蕴，竟来到此界。不过你想杀我，凭你境界，还远远不够。那现在呢？不错，为何非要杀白素？你可知青丘灵狐一脉的秘密？我不想知。世人皆知青丘九尾灵狐是妖族天生皇者，殊不知青丘九尾灵狐之血乃是妖族打破地路、正道不小的捷径。白帝那老东西宁愿自爆，也不愿将精血以渡给我。所以这就是你不肯放过他的理由。没办法，本帝也不想赶尽杀绝，但谁让那只小白狐是天地间最后一只青丘九尾灵狐呢？今日我要让金乌一族从这世间除名。凭你，可还不配？此次着实妖孽，法门奇特无比，本帝竟然落于下风。你从何而得的地气？本帝都还未曾炼制地气。请金乌大帝赴死！安敢！金乌大帝就这么死了？那可是一尊大帝呀！以准帝之姿斩杀大帝，纵观古今岁月，也只有天帝一人了。天帝所施展的那道眸光，到底是何等神通？连我等在境外也感到窒息颤栗。那是天道之谋，
也称之为天罚之卯，代天行道，汇聚天道意志，湮灭一切。准帝便能逆罚大帝，他若成帝，那又得多恐怖！小狐狸家破人亡，那么我便让你金乌一族在这世间绝脉。太阴圣体，夫君惨死，10个孩子喋血虚空，我要将你千刀万剐！活着吧，好好体会绝望的一切。白素曾经遭遇的一切，也该让你们尝尝。咒你不得好死，咒你一生孤独，咒你爱而不得，咒你遭人不浅，咒你叛亲离！为什么明明是姐夫错了，你还要随他而去？那位戴着面纱的女子，应该便是你吧？是我。皎月大帝被称之为古来最为神秘的大帝，不曾想他竟然是这般来历。当时伐天一战，本地奔走各地，广招各界大名，皎月大帝便是其一。据说天帝曾毁去他的至阴之体。有这般渊源在，皎月大帝和天帝之间的仇恨，可谓不共戴天。若不是那时与你相遇，是不是也没有后面的事？刚才画面之中的那道黑色煞气，到底是何时入体的？为何我从未有过察觉意义？母亲？怎么会是母亲？一样的容貌，一样的弧身。不，绝不可能是妖皇陛下。那个白素已经死了，妖皇陛下还好端端活在这里。可这一切又该如何解释呢？其实到头来，小狐狸就是妖皇白素。来了。你知道我要来。小五说过，他死后可能会有个傻子来找他的，应该你就是那个傻子吧？他才是那个傻子，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？这孩子一生孤苦，好不容易摆脱了血脉诅咒，却因为我落到这般田地，我早该死的，早就该死的。小五曾有遗言，死后以白布遮尸，不要让那个傻子看到他，他要让他的记忆中永远是分别时的他。小五，为什么要白布遮尸？为什么不要让我看到你的样子？在我眼中，你始终如一，无论是之前还是现在，我怎么会忘记你？你喜欢青春，我便向上天为你夺来不老容颜。再来。准帝不可，那便大帝。成帝，天帝，竟然这是要成帝！20多岁的大帝，简直惊才绝艳，不可思议。可成帝之后，便能逆活死人了。不成帝，便没有希望。或许，他只是想要试一试。我以大帝果位，引无边气运、无边福缘、无边功德，为你重塑新生。天不怜你，我来。你这一生凄苦，有了这些，待未来苏醒之后，一定会有个顺遂的人生。他或许要沉睡很久很久，但总归会有再醒来的一天。希望那个时候，他顺遂无忧。
这孩子一生可怜，我会带他回到青丘。从此以后，我们母女便不再过问红尘之事。我逆了时空长河，撕裂6道轮回，加上金乌大帝陨落因果，西河正妃所降诅咒，这一生注定孤苦。他若再跟我一起，怕是又要重蹈覆辙。所以说，小狐狸后来其实真的复活了，而那只小狐狸也真的是白帝。只不过因为白帝复苏新生后，忘掉了所有过去。怪不得白帝生来便有无尽的福缘、气运、功德，一生顺遂无比。这一切都是天帝给他的呀！长生，你后来为何不来找我，告诉我这一切？明明我可以为你分担的，我怎么会怕孤苦？白帝莫要伤心，诚然天帝他曾经对你有过真情，可后来他可没少迫害过你。滚！你懂什么？明明我的一切都是他给的，凭什么劝我？天帝，我和你势不两立。你不惜将一切都给我，许我一世顺遂，可为何后面还在斩杀妖族？我的母亲更是被你镇压。若不是他的心中一直藏着你，可能我也有机会走进他的心吧。顾长生，你对白素尚有真情，可对我就是薄情负心之辈。大帝修为一泻千里，如今的我又成为了一介凡躯。父母的仇，我又该何去何从？姐姐，姐夫，我之前便劝过你们，可你们为何不听呢？我杀不了他的，我该怎么办？既然你杀了我姐姐和姐夫，索性你连我也一起杀吧。当初我初入凡尘，不谙世事，只知道人间有善恶，人分好坏。我姐姐、姐夫罪有应得，所以我才迟迟对天帝下不去手。皎月大帝性情纯良，赤子心性，何该如此？如此说来，月神和天帝之间的恩怨，是因为他毁了你的至阴圣体。他将我丢在太阳星上，封我修为，镇压了3000年。长生后来不断打压我妖族，难道和晨曦也离不开干系？你还要跟我多久？你已经跟我7天7夜了。即便你是妖族，但也会死。你杀了我！神经病！你别管我。我和你姐姐的仇已经解决，你也并不想为他们报仇。所以我和你之间没有任何瓜葛，也没有仇怨。终于能够解脱了。你怎么又回来了？吃饱了，才有力气杀我，才能想清楚到底要不要杀我。怎么样？还可以。我之前可是给某个家伙烤了很久的肉。你要去哪里？看人间。天帝他自挖根骨，毁了道基，自毁剑心，破了道胎，连天道修为也一去不复返。后来到底是如何成为大帝的？天帝应该是万古以来最妖孽的天骄了，至少走了4条路，每条路都是大帝之资。长生他受无尽因果所累，背负恶毒诅咒，若不是我，也不会如此。诸位可别对天帝心生恻隐，
别忘了他后面是如何屠戮北玄修士的。从现在来看，天帝并非大奸大恶之辈，反而每件事都另有隐情苦衷。或许你等说这话之前，可想过那些被屠戮的无辜北玄修士，莫要被天帝的表面所骗。回来了。慢点儿。姑叔姑婶，我娘给我生了个妹妹，我爹说让我把这些给你跟婶婶送来。好。对了，姑叔，我爹还说了，让你跟婶婶明晚去家里吃酒。3年了，当初只是一个念头，没想到自己在这里一住就是3年。看人间，便是看红尘百态。没想到啊，天帝当初自汤谷一走，便留在这个村落整整3年。我怎么感觉天帝像是在经历另一种修行啊？怎么回事？明明禅系和天帝之间有仇怨，怎么这3年时间里却男耕女织，相敬如宾，真要处成夫妻了？皎月大帝貌似很喜欢那里的日子，怎么？莫非妖皇在意？哼，凭什么他和长生能被当作夫妻？我打算离开这里了。那么快吗？打算去外面的世界看看，看看这所谓的人道能否走通。家里还有几匹布，明天去集市上卖了吧。小哥，你家娘子这般俊俏，不如买下这根簪子，送给你家娘子。真美。真要走吗？是玉村子，那便终于村子。你我分别，便在那里分别吧。妖族，找你许久了，没想到你流落到这番田地。是你屠了村子？当年你闯汤谷，杀我妖族无数，今日屠戮村落，那又如何？今日你修为尽废，我便要杀了你，为我妖族报仇。是你？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要救他？难道你忘了大帝和帝后是怎么死的？那是姐夫。姐姐罪有应得，已经对他动了情。妖族的叛徒，今日便朕杀了他！这些年我一直想不明白何为人道，但今日看着他们惨死，却是明白了。所谓人，便是生生不息，薪火永存。今日，我便凝聚人间之意，以人间之剑斩你！本以为天帝这些年沉寂，不曾想竟然自创了这所谓的人之道。好一个人间之剑！也就是说，除了天道之外，天帝又修成了人道。到底谁才是天命之子？如今的你，还是如当初那般光芒万丈。我并不想这样的。顾长生，此一别，便不再相见了。只要你挽留，我就不顾一切跟你走。我还有自己的路要走。背负血仇，游历天下，布道人族，完善人道，这条路注定是孤独。不想连累你。这方天地，万族争锋，人族传弱。我人族若想扎根，便须如那疾风劲草一样，以不屈意志对抗天命。圣师所言极是。若无圣师这些年传授我等长生法门以及修行体系，人族怎么可能和妖族博弈？圣师为仙人下凡，拯救我人族，有无边大功德。今日圣师与我人族祖庭首阳山布道讲学，是我为人族之幸啊！这3年，天帝一直在为人族做事，所做之事
更是不图名利和回报，甚至有了无数追随者，可谓不辞辛劳，不畏艰苦。是啊，我怎么感觉天帝不可能对人族惨下杀手？天帝明显有利可图，这些年他身上的人道修为更深厚，屠戮人族，没准只是他修炼过程的一环。当年天帝所为，乃是我亲眼所见，10成9够，血流成河，岂会有错？吾乃妖族古皇，太阴圣女禅曦背叛妖族，本皇将于太行山将之炼化。顾长生，你与我妖族不共戴天，倘若你能来请罪，本皇便放了他。今日吾登首阳山，以人道意志铸就地心。圣师功绩，惊天伟地，为我人族破路开疆。我知道，为人之道，当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。今日吾顾长生，正人道，人之道，意志不灭，心火永存。人族孱弱，如同蝼蚁，可今日之后，当凝聚人族意志，天行健，自强不息，与天地与万族博弈。拜见人皇，愿我人族人人如龙，薪火永存。人人如龙，薪火永存。好一个人人如龙，薪火永存！天帝于上古时期为人族开路拓道，这般大义志、大宏愿，当受后世众生崇拜仰望。你等不觉得天帝很虚伪吗？前脚为人族赐下大道真言，后脚就大肆屠戮人族。天帝以人道气运为根基，按理来讲，不可能说屠戮人族，这无异于自毁根基。其中是不是有什么隐情？莫非你等觉得皎月大帝撒谎，亦或者曾经亲眼目睹那些残景的修士在冤枉天帝？长生，你敢？若你踏出那一步，本皇便立即将禅曦斩杀。半步大地足矣，我已于世间无敌，杀你不灭蝼蚁。今日吾以人皇印镇压我人族气运，愿我人族亘古长存，薪火永恒。为了太阴圣女禅曦，天帝又放弃了成帝，甚至连人皇印这件仙器也舍弃了，只为在未来的大势之争中，让人族有一席之地。不得不说，长生对人族、对禅曦已经足够好，没得说了。这该死的天帝，到底什么时候才屠戮人族，招惹众怒？天帝杀人乃月神亲眼所见，月神不可能会诓骗我等，对吧，月神？爹爹，顾长生，想不到你真敢来！我妖族万古底蕴被你这厮倾荡一空，今日本皇便以你之血祭我妖族无数英魂。这便是半步不朽吗？不朽境，可是整个北玄大陆修士所追求的最终境界。太可怕了，即便是不在一个时代，也能感受到那种毁天灭地之威。这应该是那个时代妖族最恐怖的底蕴了。这是我未曾见过的大敌，在其面前，大地也好似蝼蚁。那天帝，他是如何战胜这位妖族古皇的？剑，来。不敢想象，一尊半步不朽的存在，竟被天帝一剑斩了。若是天帝晋升大地境界，不知又会有多恐怖。天帝多次放弃大地骨灰，或许他后面便再没证到大地。也就是说，当初我等集结诸多大帝讨伐地宫的时候，天帝或许还没有成就大帝。天帝之妖孽和恐怖，会不会直接掀翻青铜古境，冲出来大杀四方？妈妈，你卑鄙的！顾长生，我倒要看看你今后如何选择，斩他便是斩他！长曦身上发生了什么？为何没有任何异常？这诅咒是何意思？斩他便是斩他。
那位妖族古皇对月神做了什么？我也不知，我从未感觉到身体有异样。那时我陷入沉睡，只知道被一位妖族古皇镇压。等我苏醒后，才知天帝他救了我。你等可还记得，当初在扶桑殿内，西河正妃自焚之际，便有一道类似煞气冲入月神体内。当时是有这么一道煞气，可和那位妖族古皇有何关系？我差点以为要见不到你。今后的路，我陪你一起走吧。那你不许再离开我了。后面我会在守江山隐居，参悟人道。那日放弃了正道成帝、极尽升华的机会，但我总感觉差那么一点。这万古以来的混乱时代，人族如今终于得以安稳繁衍生息。他终究还是离去了，血仇和感情纠缠，也并不是那么容易放下。何人屠戮我人族？是他屠了整个城池！我等收到传讯，说人皇在无故屠戮人族，我等起先还不信，想不到还真是你！你为何要这么做？我等敬你为师，这人族尊你为皇，你为何要做如此残暴无道之事？并未发现夺舍迹象，这应该就是所谓的天地屠戮人族吧？可在我等的视角里，天帝从未离开过人族祖庙。这必然是有人在污蔑陷害。此城没有，但并不代表别的城池没有。你们可别忘了，天帝本身就是残暴无道之人。你难道没看见？明明天帝没有血洗此城，可这里的人仍然在指着他，说他是凶手。难不成月神亲眼所见，还能有假？此城之事，我的确不知。不过当年天帝血洗人族疆域，身后浮尸百万，我确实亲眼目睹。到底是谁要栽赃我？此城凡人也毫无被夺舍痕迹。你人皇，你妄为我人族人皇！你为何要屠戮我们？我们做错什么了？人皇，当真是你！我等听到风声时还有所不信，没想来你的实力无双，镇守九州，其余种族不敢逾越颁布。人族遭此大难，除了你还能是谁？亏我等修士同胞还对你如此爱戴。人皇血洗人间了，快跑啊！天帝绝对是被人嫁祸了。当初天帝并未血洗人间，甚至于都没有成亲过。到底是何原因，让他背负了万古骂名？有没有可能，这场血洗人族的浩劫，根本就是天帝默许，甚至可能是他在背后推动的？不然他为何不去解释澄清？王后，之后的事情我已经部署好了，必然保证让他身败名裂，千夫所指。而你只需要做好我们约定的事。我要他一生孤苦，我要他生不如死，我要他爱而不得，我要他众叛亲离。为何月神会出现在那里，还被尊称为王后？
好像这一切我有点懂了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怎么会是我？我怎么会不记得？这一刻，许多真相其实已经明了。你等莫非以为那根狐狸尾巴是从本宫身上斩落的不成？天地一剑可杀半步不朽，即便隔着岁月长河，那一剑威能也能斩大地。这世间的狐族强者能有几尊？反正不可能是本宫。那会不会是白帝母亲呢？如此说来，月神应该就是被金乌大帝的正妃，也就是月神的姐姐所附身了。顾长生，我说过，要让你生不如死，一生孤苦，让你爱而不得，让你遭人不浅，让你众叛亲离。是西河，禅曦的姐姐。就是本宫，就是本宫幻化成你的模样，血洗人间，屠戮人族。我早该料到。顾长生，本宫和长曦乃并臂而生，一体而存。你若斩我，便是斩他。你舍得吗？你能奈我何？斩我便是斩他。此前那位妖族古皇也曾说过这话。所以说此局早在一开始就已经布下了。这一切的骂名和罪恶，都是天帝替你背负了。连你的亲妹妹也都如此利用，丧心病狂！顾长生，你只敢这样吗？你舍不得杀他，那我倒要看看你要如何选择。头好疼，发生了什么？这里的人是你杀的，你为何带我来这里？所以，这便是月神所看到的天地血洗人族的真相。这一切就由我来背负吧。你要干什么？我要将你镇压在太阳星上。顾长生，你疯了！太阳真火会烧死我，也会烧死他的。3000年后，你会获得自由。你为什么会这样？你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？难道你从没爱过我吗？你什么要如此残忍对我？你为何不告诉我？为何明明你为我付出那么多，可我却将你置于死地，恨了你万古？你默默保护了我一生，从不亏欠于你，可到头来我却联合外人要杀你。今日我便要助长生脱困，我要他活，谁若拦我，不死不休。月神莫要自误，诚然天帝为你背负太多，可你的姐姐不也因为他而死吗？我已无颜面对他，我当该拔剑自刎，向人族谢罪，向他谢罪。但今日我只要他活。我有今日一切，也是长生给我的。今日我也要他活。今日谁阻拦我救出哥哥，谁便是我的生死大敌。事到如今，天帝所表现的重情重义，和我所知一样。或许姐姐的死也另有隐情。你们疯了！好不容易将天帝给镇压，你若是将他给放出，你们都将是3界的罪人。我不管，今日我便要放出长生。怎么可能？青铜古镜在抗拒我等，不要我等靠近。
难不成青铜古镜还有自我意志不成？他在阻拦我们。好一件无上仙器，看来任凭天地道行通天，也不可能脱困。你们直到现在还看不出来吗？师尊并不愿意出来。看看你们的嘴脸，你们也配得到师尊的爱。不错不错，师尊为你挖去仙骨，为你延续仙路，没有他哪来的你？他待你如近亲，可你呢？师尊他为你血屠万灵，为救你横渡雷海，废了大地道宝，许你顺遂一生，你是如何对他的？我最讨厌的就是你，永远一副人畜无害的弱女子模样。师尊为你背负众生辱骂，你又对他做了什么？师尊他这一生背负的太多了，他太苦了，无人理解，无人信任，最亲最爱的人也唾弃他，背叛他。若非他早已心死，你们又怎么可能镇压他？